没有回忆搜爆空无一人的大厦，坐在一刹那，相信这就持久的代价。是给我们一张嘴巴，在离去时说狠话。你笑我中最美丽的花，却看着我毁灭它。晚上好，晚上好啊。怎么突然袭击啊？没有突然袭击，因为因为我发现我太久没直播了啊，我太久没播了。是吧？有几天了？你们还记得吗？有多少天没播了？差不多7、8天吧。7、8天没播了。然后我先晚上那个今天是收工早，11点收的工，属于收工早的这一天。其实大家很多朋友也知道我几点收工啊。我都是前一阵都是3、4点收工吧，半夜凌晨啊，所以今天算是收工早的吧。今天是今天是11点收的工嘛，对。但是早上7点出工啊，早上7点半出工，晚上11点收的工，就是比较今天难得早，其实我现在已经累崩溃了啊！我早上7点出的工，晚上11点我就已经拍了16个小时戏，然后回来我就还没洗脸，然后妆也没洗，然后那个也没有什么妆啊，现在因为拍这个戏的不用化妆，打粉底，然后就上来播一会儿，然后跟你们我看有没睡觉的，就有缘分的咱就碰一面啊。有朋友说滤镜关了，你怎么学我陈冲师傅呢？其实我听过一句话特别有道理啊，很多朋友们，我想问一下，现在我直播间咱们这个屋里的人，还有人照相不用美颜吗？还有人照相不用滤镜吗？没有吧？但是咱这个屋里，如果有人说宁哥我照相，我发朋友圈，我发什么东西，我完全不美颜，你打一个数字2，我看有多少人。你说我从来没用过美颜，我从来不用美颜，我就照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这么多2呢？那看来那个打扣2的估计长得对自己长相都很自信，然后也很真实。没办法，我就是一个得靠美颜活的一个人啊。因为我觉得吧，就用美颜没有什么的。用美颜没什么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在美颜后的你才是真正的你，懂吗？然后呢，你用那个你的苹果前置摄像头拍出来的你，不是你，因为那是熬夜、不注意饮食，那个不好好休息的那个你，它不是原本的你。你美颜之后会把你的熬夜的眼袋、不好好休息的这个下垂啊，还有其他的所有的一切不好的东西，给你修复掉，这才是真正的你。而且我每次用苹果照完，我脸都是歪的啊，歪的可恐怖了，是吧？同感啊。好吧。你是有多喜欢玉米？还好吧，因为最近一直在拍戏嘛，拍戏因为我也会看我拍的素材，拍完之后也有跟我搭戏这帮演员吧，我的妈呀，瘦都不像话了都。我个人同框，我就是一个大胖子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得减肥。其实现在我也不正经吃饭，今天吃了什么呢？今天我所有的饮食是吃了一桶方便面，吃了一桶泡面，然后吃了个泡面，然后吃了吃了4、5、6块味化，吃玉米的，然后吃了那个味化，然后吃了一包薯片，然后回来吃了玉米，泡面更胖，因为拍戏嘛啊，能有空吃一口得了。
有朋友说熬夜也赖大了啊，得大呀，因为工作也忙嘛，对吧？就事儿比较多，每天拍这个东西，确实也有点崩溃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件事就是最近我总有人说你那个宁哥啊，在群里跟咱家这些粉丝炫耀，说我已经花4500预订到宁哥的演唱会票了啊，特别开心。就首先我特别感谢这个朋友，愿意花4500块钱去预订我这个票。但是呢，我想说了10000遍了啊，没有10000遍也有10几遍了。我说了，票还没卖呢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票从哪儿来啊，你都买到了，所以你能不被骗吗？对吧？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很神奇，你宁哥亲口跟你说的话你不信，黄牛跟你说的话你就信的不行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这个就很奇妙了。我觉得我不像其他的那个歌手开演唱会，他不会跟你说，他可能发个公告，但不会跟粉丝说票怎么样，但我会都直播说了多少次了都啊，我直播我都说多少次了，我说还没卖票呢，我的卖票方式还没定呢，正在谈呢啊，怎么去在那个真爱群里卖，然后或怎么出一个出票系统，都在商量的。然后我在直播间说了好多次了，我说演唱会票还卖不了，他在那就上别人的都预定了。你说你不被人骗，你被谁骗，对吧？宁哥说的话他不信了，那不疯了吗？对吧？所以就还是那句话，别去相信那些东西就行了啊，别去相信就行了。我看前两天有人给我做了个视频啊，4分多钟那个视频，就好像就是以前我在老街直播的时候，那时候说过的话，结果后面是一个一个实现的那个视频，你们很多人都看了吧？对吧？你们很多人都看了吧？那个视频，我觉得特别好啊。那个时候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梦想，也可以胡说八道。那个时候没人在意我说什么，对吧？所以在后面发现一都实现了，就是一都实现了。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要上歌手，那个时候我啥也不是的时候，然后我说我特别想上我是歌手，因为那是我毕生的终极梦想。结果呢，今年不就上了吗？啊，去年上的啊。然后呢，就又说了上了很多综艺节目，都上了，都成功了，还挺好的，我还挺开心的。我觉得以前夸下的海口啊，好像一都在实现。所以导致我现在也特别想夸海口啊，现在也特别想夸一下海口，比如说，我刘宇宁以后一定会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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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的，但是我现在不敢说，我说完一说我飘了啊！你说因为以前我说啥都没人管，以前我说我上歌手，虽然有部分人来嘲讽我说，就你还上歌手，你做梦梦啊！你还上歌手啊！你上歌手，你疯了吧你啊！痴人说梦啊！结果上了嘛。对吧？那个时候可能有少数人来说我，因为那时候大家也不关注我，也不在乎我说了什么。但现在我如果说完之后，我就觉得，怎么狂啊，飘了这个那个，所以也影响了一些我的这个开光的嘴的这个实用性啊。90125王吧，这个东西吧，请你吃玉米啊，感冒了吗？也不是感冒了，我最近就是这样的，很难受，因为这也不想说有多么难吧，也不能说有多么辛苦吧，反正是没什么辛苦的，这是应该做的。但是就是你们不是问了吗？问我怎么感冒了吗？因为啊，很多人觉得演员好像挺轻松的啊，演员挣那么多钱，怎么样，演戏就完事了吗？没你想那么简单。因为我就从租界开始，就是因为每个拍戏的场景你懂吗？拍戏的场景，比如说我上部戏拍那个租界少年，有很多办公室的戏，那每一个办公室，每一个赌场，每一个那个银行，那都是那个剧里面先搭的景，包括那个舞会的那些景都是先搭的，所以呢导致什么呢？那里边的那个甲醛味特别大，就是全喷的那个气味特别大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里边都是灰，全是灰，因为没人打扫，不像是你现在住的酒店什么，有人天天打扫，或者是都是刚装修完就进去拍，那里边你拿手电一照，那个浮尘全都是浮尘，就是全都是那种灰的，你就拿手电一照，因为我们
我们那个包括有一些灯光打下来那个灯嘛，一看那个灯它全都是灰，在空气飘的，你每天吸好多灰尘。所以有一天那天拍的时候，我就记那个，因为很多现在我拍这个戏，很多景都是用泡沫打的，泡沫顶上喷漆嘛，做一些假景，然后导致什么呢？导致味道特别大，所以都不容易啊！对，一待10几个小时，不是说我在里边待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。不是说我有点味人的吗？你在里边能待10几个小时，你一直吸那个东西，啊，所以每天，也不能说不容易吧，反正也没多容易，就这么回事儿，而且你想想啊，就是早上7点出工，我是早上7点出工，然后我是11点收的工，7点出工，11点收工，已经工作了16个小时吧，对吧？16个小时，其实怎么办呢？得拍呀，得，就是我们的师傅最后一个师傅跟我说了一个词，叫做戏比天大，对吧？拍戏这个东西比天都大，所以你就得尊重嘛，对吧？但是这16个小时是不停的，你懂吗？就是也不是说不停的拍吧，就是你这4个小时你是休息不了的。你最多是换灯，换那个机位，换灯的时候你可以缓一会儿，然后接着再拍，换灯。这16个小时是连续的，也是吃饭，中午吃饭有20分钟，然后就是其他的时间都是连续的，因为都是拍你，所以也16个小时你连续工作，而且你不放松精神的话，时刻想台词，时刻投入情感，其实还挺累的。当然没有跟很多人比是肯定没有很多人辛苦，比如说很多就是辛勤劳动的人肯定没有他们辛苦，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不过我起码挺开心的，我最近学会了一句话啊，我现在口头禅是什么呢？就是那怎么办呢？有人说那个小宁，你现在是不是事儿比较多啊？有没有时间休息一下？我说是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得干呐，干就完了，那怎么弄啊？拍戏啊。基本都在山里，而且就是西双版纳这边那个原始那个雨林挺多的，就是那种我也不知道叫雨林还叫什么啊，反正我们管那个地方叫雨林，就是那种森林啊，而且就是特别深的那种森林，哇塞，真的也不能知道你们的动态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我有点都与世隔绝了。这第一点，刘雨林是吧？对啊，刘雨林什么的，我觉得西双版纳真的景色太好了啊！因为我们拍戏很多点啊，很多那个景啊，我一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爬山涉水的一个人，就是很多人问我说，小宁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？我说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不运动啊。然后呢，所以我很少喜欢爬山的这种的游戏，我可能愿意玩游乐场什么的，但是爬山什么的我真的不爱去啊。所以这次呢就等于来爬山了。爬山我就觉得很无聊，其实平时啊，然后但这次呢我一来发现，哇塞，真的太美了。就是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了很多地方，我都想拿，我都有欲望，因为我拿手机也拍了几张照片，看到这个景特别好看，我就拿手机都拍下来了，真的很好看。所以那里边景色真的没谁了。然后我还问那个制景组的，我说这个是咱们自己制的景吗？还是说天然的？他说这都是天然的，特别美啊！哇塞，真好。所以来这个西双版纳拍，我觉得一定是有它原因的，它不是说在别的地方可能有这个环境，真的特别好。而且那雨林里边那种树木生长的那种感觉，哇塞，全都是树藤那种感觉，特别好。有老虎吗？没有吧，我不知道啊。我对这个不太了解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老虎，但是应该是有那个蛇应该是有，我听说反正是人来这时候提醒我了，说那个有蛇，说有蛇怎么样的。但是还好没遇到蛇。蛇汤补我都不吃那个，我不敢吃啊，不敢吃那些奇怪的东西。现在牛蛙都不敢吃了啊。我一般都吃，现在反正就猪肉、羊肉、牛肉，吃点鱼虾什么东西，其他的比较奇怪一些东西我不太敢吃。那熊龙虾也是。对，先不要讨论吃的了，大半夜的啊，我都馋了。喝水脸肿了，我得喝呀，不喝我饿。那怎么办啊？我饿。